又出大新闻了，中国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被人黑客黑了，据说10个 PT 的数据被人黑客给整到了外网。事情的起因是今年2月6号，有一个叫烈焰中国的黑客在暗网的一个论坛上打广告。他说他把中国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的数据库整个给黑了下来，一共倒腾出去了10个 PT 的数据。那10个 PT 就相当于1万个 T，1万个 T 我们一般的电脑几个 T 就不得了了，它是1万个 T 那也就是说，他搞的这个10个 PT 相当于100万个 G 的数据，100万个 G 太大了然后呢，他呢就在这卖，他说如果你出$3000的话，他可以给你看一下目录。然后呢，整个这个数据呢，他打包销售。他说起拍价是10个门罗币，这10个门罗币大概相当于多少，我也不太清楚跟比特币的比价，跟美元的比价，我也不太清楚最后他说价高者得。但是他这个广告打出去之后因为是暗网一个特别专业的论坛好像是也没有多少人去买我猜就是这个数据一般人也不感兴趣。你想想，你10个 PT，1万个 T， 有人给他计算了光买这个硬盘储存都得花100万美元。那你一般人谁买100万美金的硬盘去储存这么多数据所以他的客户只能是国家级的。那国家级的就是美国的 CIA FBI 或者中华民国的那国安系统或者日本的那个国安系统肯定对中国的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里的数据感兴趣嘛。但是人家国家人家可能不会在暗网上直接买所以这个哥们吆喝了将近2个月好像是没卖出去。最后呢，就流出来了一批样本数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广告效果不太好呢，就给大家看一看他究竟搞到了什么数据。这批数据呢就流传到推特上，所以在这2天在推特上一传播之后呢，一下子这个新闻就热起来了。应该说他流传出来这个数据还是挺惊人的这里头呢我看了一下，说这个数据目录里头呢有特别多敏感单位，比如说中国商飞集团，比如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那是在中国研究这个5代机6代机的就是这些部门那应该说是中国最核心的军工企业了。还比如说一些研究潜艇的部门还比如说搞一些天气预报的部门通通都在这个目录里。其中还流传出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名字叫做《目标毁伤计算模型与工具研究课题合同技术结构报告》。这个报告明确就写了秘密的期限呢是10年，而这个报告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2025年的12月份。这份报告的作者叫做杨灿群。我查了一下这杨灿群是什么人呢这杨灿群呢是国防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这个天津超级计算中心的主任。那他这个论文放到网上挺讽刺的，你想想，你这个超级计算中心的主任写的论文，然后呢被人黑客拿出来了，放到网上打广告了。而这个论文呢我也看了一下它看起来比较复杂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军事领域研究的毁伤什么呢？毁伤比如说航母，然后呢他用这个导弹击毁过去，通过模型计算，然后看这个击毁的效果。那在这个论文里头就讲了航母呢一共分7层甲板，底下是船体，然后呢这导弹也有数据也有模型它是弹头呢是25毫米厚的钢材，然后里头放241公斤的炸药，就整个它这个导弹的数据都有然后你撞到了航母上，那航母上那个模型计算，那最后的结果撞到那个航母什么地方，那都有。它不光有航母的这个毁伤目标计算还有那种混凝土的掩体。那这个混凝土的掩体把那个导弹下来之后直接钻进去之后毁伤的效果。应该说这篇论文就是中国利用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计算这个导弹毁伤效果的这么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一出来之后，那肯定这就实锤了。你想想，你天津超级计算中心主任杨灿群的这个论文，秘密集2025年12月份搞的，那现在被人搞到网上了，那这一下就炸了。但是内网据说现在
已经一级舆论响应了，就把所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啊全都给抹掉了。但是啊，这件事情在我看来还是非常严重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中国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这个中心呢是成立于2009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超级计算中心。它是国防科技大学跟天津的滨海新区啊，合在一起搞的。那么他当时搞完这个中心之后啊，马上就搞了个天河1号嘛。这天河1号是国家科技部的863的科技攻关项目啊。这在当年新闻联播还报了呢。这天河1号啊，就是中国的超级计算机。这个超级计算机啊，当时一共投资了6亿元人民币啊，搞了103个这个机柜，然后呢里头装了据说是几千个显卡，几千个就各种各样的芯片啊。那么它的运算速度呢是千万亿级的这么一个运算的计算机。据说当年刚搞出来的时候啊，这个运算速度超过了美国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啊，在全球排名是相当靠前的啊。后来这个天河1号还在升级，说搞了天河2号、天河3号，现在据说啊，这个运算速度已经达到了100亿级别的运算速度。那么这个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呢，现在也不仅仅是天津了啊，在全国各地，你比如深圳呐、广州啊、无锡啊，陆陆续续一共建了8个。但是这个天津的超级计算中心是全国最早的一个，可能也是实力最强的一个啊。那么这个超级计算中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超级计算中心被称之为一个国家的数字心脏。你现在不都大家都讲了吗？云计算嘛，云储存嘛，对不对？咱们讲个简单的天气预报。天气预报现在为什么可以计算的越来越准确？说白了是因为大型计算机，它可以把天气预报的各种各样的模型，然后参数，它通过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而且它可以做长期的天气预报。你比如说，可以现在2周的天气预报都非常准确了，其实靠的全都是这个超级计算机的超级预算能力。当然，这天气预报呢，在民用系统里头的，其他领域的呢应用就多了。你就比如说，这里头这次泄露的数据里头，不是有中国商飞集团吗？中国商飞集团现在不是在搞这个大飞机项目啊 ，C919、C929。C929是支线客机，现在在中国啊已经开始生产了啊，但是它现在在国外还没有拿到适航证，美国啊、欧洲没给它发啊。那么现在中国又在科技攻关 C929， 这 C929那就不是支线客机了，那是洲际客机了，长线的可以飞1万公里的了啊。那么这个超级计算机啊，在这个商飞研发过程中间，那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你这飞机，你整个你的气动布局是什么样的？那么你整个这飞机的材料的抗疲劳强度是什么样的？过去这些数据啊，你可能都得在风洞里做实验，但是现在有了超级计算机之后啊，你把这模型设计好了，其实可以通过超级计算机本身进行运算，就先把你的整个 C919、C929的各种各样的参数先计算出来了。那这个数据对于商飞来说那是非常重要，对国外的竞争对手也非常重要。你想想，他们如果拿到了 C919的这些数据啊，他一看，国外懂行的竞争对手基本上能给你看出来，你这个 C919的设计缺陷是什么，包括你这个 C929你能不能搞成，可能别人都能研究出来。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啊！你 C919现在不是在欧洲、在美国想拿这个适航证吗？你想拿这个适航证，人家现在就是不承认你中国自己搞的这个适航标准嘛。那他通过你这 C919的数据一看，就知道你的设计缺陷，他可能就根据这个，对你 C919的拿适航证的过程中刁难你，有意给你设计一些标准，让你可能就很难拿到。你想想，就是这个运算过程中间的数据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民用领域里啊。那对军用领域就更严重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5代机、6代机是吧？你歼20，包括现在的歼35、歼36，还歼50，那么这些数据啊，现在也都需要用超级计算机来设计。隐身性能、你的材料、你的这个雷达反射波段等等，就这些啊。那这些数据
你现在如果让竞争对手知道了，那你等于你的现在最先进的这些飞机的参数啊，就已经完全裸奔了。还比如说潜艇，潜艇里头那个数据也是一样啊。你潜艇里头你的流体力学的造型，你包括你的雷达反射波段，这些数据在你设计过程中间都是需要超级计算机帮你运算获得的数据参数的。那这些数据如果全部泄露到这个国外去，那应该说是中国这次啊核弹级别的一次数据泄露。大家都知道，中国过去啊也出过几次啊比较严重的数据泄露啊，比如上海当时疫情期间，那么什么随身码，那当时所有的数据不都泄露了吗？还比如说中国当时政府在新疆搞那个学习营的数据也被英国给搞去了啊。但你看到了过去的这些数据泄露啊，总体来讲它属于非机密级的，它侵害的对象呢是被泄露的这些普通人的信息。那你比如说随身码嘛，你个人的身份证、个人的电话号码啊等等啊。但这次泄露不一样啊，你这是国家的数据心脏啊，你这是国家最核心的自己建造的超级计算中心，那这个数据的泄露，那可不是影响的普通人呐，那应该说影响的就是国家的数据安全，甚至包括你许许多多的核心部门的这些数据。而且现在比较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就是现在披露出来这些样本数据啊，那就只有这么一点点，那谁知道这10个 PT 里头到底隐藏了多少这个极其重要的国家的核心秘密数据呢？现在通通不知道啊。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核弹级别的数据安全事件。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有很多小粉红就在网上说，他说不可能，他说这是外网这些人都瞎折腾。为什么说不可能呢？他们讲了几个理由啊。他说你看10个 PT 啊，你光下载这些数据你得下载多长时间？你想想，有人就计算了，说得几个月。那你几个月一个黑客，你这个连续搞几个月可能吗？但是我看有人说这个数据下载啊，其实也有可能。这组数据中最晚的数据就是他这次在网上披露出来的最晚的数据啊，是去年的12月3号。也就是说，这个黑客盯了这个天津超级计算中心已经很久了啊。然后他开始卖的时间呢是今年的2月6号，这中间就有2个多月的时间啊。那2个多月的时间，有人算了，这10个 PT 的数据啊，它如果压缩下载，这个时间是完全来得及的，完全够用的。但是在我看来啊，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根本不在于这次泄露的数据本身是不是10个 PT， 就算不是10个 PT， 就算是1个 PT， 就算是这个500个 T， 你作为中国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你这个数据泄露，那不是非常可怕吗？对吧？那这个问题才是核心呢，而不是说是你泄露的数据本身量有多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啊，就是这次他披露的数据过程中间，还有一些特别令人担心的事情啊。有人就是来做了分析啊，就业内的人士啊，就发现了有一些特别可笑的事情啊。说这个天津国家超级计算数据中心，它的这个客户端所对应的操作系统是 Win7， 有 Windows 7啊。这 Windows 7，你想想，这都是古董级别的了，应该是15年前、20年前 Windows 系统啊。那它的漏洞就多了去了。你想 Windows 现在都升级到什么情况了啊？那升级的过程中都是堵漏的嘛。所以它为什么要用 Win7 呢？所以我今天呢，我也问了一些计算机的人士啊，他们说有这么一个背景，说2021年的时候啊，美国宣布对中国所有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啊，去进行制裁，说这个中国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啊，它服务于中国军方，那这不奇怪，对不对？那军方肯定要用嘛。所以美国就对这些中国所有的超级计算中心采用了一个白名单的处理。那么美国的芯片也好，也包括美国的软件也好，都不能卖给这些公司了。那于是乎啊，天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对应客户端的那个系统啊，它买不到最新的 Windows 软件了。那于是它可能就只能用 Win7。那我还是觉得很奇怪的啊，2021年你制裁你的，那你升级到2021年，你也不至于用 Win7啊，对吧？但是有人说了，它匹配的那些软件可能没办法升级，于是就将将的用这个 Win7。
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挺草台班子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有人还发现啊，他下载的这个数据里头啊，就发现这个天津超级运算中心里头啊，他们里头还下载了一些远程控制软件，叫向日葵。这向日葵软件啊，在这个 IT 界啊，好像是有点臭名昭著啊。比如说我这个电脑啊，我不会用，我找一个哥们儿帮我来操纵我现在这个电脑，就是远程控制软件嘛。我过去都用过的，我用过的就是说我这个电脑水平不行嘛，我要处理电脑问题不行的时候，就打开这个远程操纵软件。但是这个软件的问题巨大是什么呢？它就相当于在给你整个系统中间留了一个巨大的后门，那么其他人就通过这样的软件可以进入到你这个系统里头去。那你想想，你是一个国家超级运算的中心呐，竟然下载这么初级的这个软件啊，那这不是草台班子吗？非常非常的草台班子嘛，是吧？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暴露的这个安全隐患有多大啊？紧随其后，这个黑客啊，他还这个贴了一张图，就是这个天津啊超级运算数据中心啊，它有个用户手册。哎，我就上那个这个天津超级运算中心，我把这个用户手册啊给下载了。我下载了之后呢，我呢就让那个 GPT 啊，我跑了一下，我说你给我查查这个用户手册里头到底有什么安全漏洞、安全隐患啊？我这复盘一下，是不是这个黑客就通过这种途径进入到了这个天津超级运算中心的？一查了7、8条漏洞。这7、8条漏洞啊，有的比较专业啊，我也不太懂，但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念一下。首先他这讲了，他说这个操作系统啊太落后了，叫 RH 什么 EL 5.3 操作系统。他说这个操作系统啊太陈旧了，里头漏洞比比皆是啊。这是第一点。他第二点啊，他说计算和储存没有进行物理隔离，那么就导致啊，你这个计算和这个储存呢，一旦要是中间被人攻破了一个节点，你整个这个系统啊基本上就裸奔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它这个操作手册里头就规定啊，用户每2个月改一次密码。但是呢，它这个密码在不同的节点上，它密码是通用的，这就比较糟糕了啊！你想想，它攻破了一个地方的密码啊，那你整个这个系统，其他所有的系统的密码就全部都打开了。你想想，这就是用 GPT 分析的这天津超级计算中心的用户手册中间能够被人发现的，后面还好几条，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往事。2015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啊附中有个初2的学生，这个初2的学生啊叫赵品汉。这赵品汉只有14岁，这平时喜欢计算机，他呢就是这么一个14岁的中学生啊，竟然攻进去了这个中国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的数据库。事情是怎么回事呢？这14岁的赵品汉啊，他说他寒假去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啊，他就登录 WiFi 嘛，WiFi 他就发现啊，他说有一个 WiFi 没密码，这个没有密码的 WiFi 啊，跟中国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这个 WiFi 啊是共用的。那么共用之后呢，他就试着开始登录啊，登录这个中国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啊，一登录，他说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他就发现了很多用户数据，他就把这些用户数据给导出来了。导出来之后呢，他有了用户名，他就试着登录这些用户的这些专线客户端。结果他发现，他说这些客户啊用的密码和口令全都是弱口令，他轻而易举的就进入到了这些专线客户的客户端里头去了。这赵品汉嘛，他本身呢是一个孩子，初2的学生啊，他就把这个信息啊就反馈给当时的乌云网，然后呢乌云网他们就联系了这中国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这个天津中心当时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他说没事儿，他说我们这不叫漏洞，你们这标题党啊。为什么呢？他当时解释了一下啊，他说当时他给这些专线客户都讲了要让他们换密码。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专线客户啊在这里头申请账号的时候都有个初始密码嘛，这初始密码呢一般来说是4个0、4个1，或者1、2、3、4、5、6、7、8、9、10，或者叫我爱习近平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简单的这种密码啊。那么这个超级计算中心呢，他当时就跟这些专线客户说你们拿到这个密码之后啊，你们就把密码给改了，初始密码你得改嘛。结果
这些专线客户竟然有一大批根本没有改初始密码。于是乎14岁的赵品汉就通过一个特别简单的笔记本电脑，就登录了中国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的后台数据库。可怕不可怕？结果他们还说没事呢。后来当时乌云网那人评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了，他说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个特别大的安全隐患，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 WiFi 必须有密码。你想想 WiFi 不设密码，我们家的 WiFi 都设密码，天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的这个数据库用的 WiFi 竟然不设密码，而且跟外面的这些机构竟然共用 WiFi， 你能想象吗？这也太大条了，是不是？你想是一个14岁的孩子就用这个方面就登录了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设备登录没有审核。按道理来讲，你这么重要的一个数据库你外面如果有一个陌生的设备如果接入的话，得有一个审核系统你这个终端是什么人，哪个客户端的，然后你进来之后，你肯定要审核你是不是你这个客户端的，你别随便搞一个人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拿了一个手机就连进来了，没有这个程序。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客户没有改密码，你作为天津市的超级计算中心，你有责任你给人设4个0，设4个1，那他不改，按道理来讲你特别简单，你可以设计一个你不改默认密码你就无法第二次登录，不就完了吗？结果这个天津超级计算中心竟然没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后门程序，就导致这些所谓的专线客户长期就用默认密码直接登录。这就是乌云网当时给他提醒的结果呢，你看看10年过去了没有什么进步，结果现在终于出大事了吧？整个中国超级计算天津数据中心的数据被人国外的黑客一股脑的都搞出去了。要我说，现在就赶紧把这个杨灿群给抓起来。这杨灿群呢，当这个中心的主任，竟然对这样的一个数据长期以来裸奔的这种状态不闻不问，导致这种结果在这里头我还补充一个信息这个乌云网挺有意思的。这个乌云网他们是一群白帽子群体。所谓白帽子群体其实就是对应的黑客。这个黑客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这电脑里头有什么漏洞，或者你这数据网有什么漏洞，我进去，我通过测试通过什么软件攻进去，攻进去以后呢，黑客就把这些数据直接给卖了，或者勒索你，你赶紧给我钱你不给我钱，我把这些数据我都给你弄出去这个乌云网他们这个白帽子群体呢，他们实际上是跟黑客有着同样技术水平的一群人，只不过是白帽子群体他干的事儿呢跟黑客不一样，或者说他们是黑客的敌人。他呢是有意的采用这种黑客的软件在市场上发现各种各样的漏洞，然后呢他们会跟你这个客户端联系，说我告诉你你发现漏洞了你赶紧弥补但是你给我奖励点钱，对吗？这就是白帽子群体。这个乌云网呢，当年是百度的一个工程师叫方小盾，他出来办的他就希望在中国建立这么一个白帽子群体，搞一个商业模式嘛。因为国外这个白帽子群体已经比较成熟了，你比如说像这个 Facebook， 他每年还悬赏呢，悬赏让这些白帽子群体发现漏洞，每年差不多都给上百万美金奖励这个白帽子群体。结果没想到在中国搞这个乌云网就出事儿了。为什么呢？这方小盾他们搞这个乌云网嘛，一开始就发现了京东的漏洞，京东当时还挺感谢的，好像给了他们一些钱后来他们发现铁道部搞了12306，那个数据库特别简单，他们一进去发现所有的买高铁票的数据全都给搞出去了，但是铁道部估计不给他们钱然后呢，据说是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也被他们给黑了白帽子群体有很多艾滋病人的这个信息都有可能流露出去了那么这些他没赚到什么钱，后来他们就搞了一个世纪佳缘。世纪佳缘大家都知道，就是不是那个婚恋网嘛？那婚恋网里头那些人个人信息都蛮重要的。他们这里头有一个白帽子的人呢，叫袁灿。袁灿呢就进到这世纪佳缘网里头，然后呢就发现了这个数据漏洞，后来就跟这个世纪佳缘联系，世纪佳缘呢就修补了这个漏洞。但是世纪佳缘后来就找了一个公司来评估，查这个袁灿是怎么进入到他们系统的。一查发现袁灿搞了这个几千个这样的数据搞到外面去了，这世纪佳缘就报警了。
说你看你非法侵入我们的公司网络嘛。于是警方就把这袁善给抓走了。抓走了之后，在2016年，这乌云网啊就停摆了，就关门了，就不敢搞了嘛。因为中国的法律啊，实际上不保护这个白帽子群体的。你比如说在国外啊，你像美国，它其实是区分白帽子群体和黑客的。怎么区分呢？因为你技术都是一样的嘛。白帽子群体啊，你一般进去之后呢，你会保护你自己的数据，你不会拿这个数据出去卖嘛，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你就算公开的话，你也得把这个公开信息中间个人识别信息全部都打上码，你不能给这些人造成损害嘛。第三，你不能利用这些漏洞信息制造一些不公平的竞争的因素。但中国由于没有这样的法律保护啊，对这个白帽子群体一股脑的打击，结果现在乌云网就被关了嘛。所以我看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啊，有人就评论，为什么一个国家级的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啊，中国实力最强的，涉及到这么重大国家机密的啊，它会出现这么大的安全漏洞？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官僚机构啊，这些官僚机构本身，你说这些人关心这些安全吗？可能也关心，他们关心的方式是什么呢？让你考试，让你拿证，然后最后实际负责的可能都是实习生。你看那向日葵远程控制软件这种事情都能发生，草台班子。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没有专业的人给他们去找漏洞，类似于像白帽子群体给他们发现漏洞。当年2015年14岁的一个初中生都进去了，结果呢，他们自己就制作网文，那么没有这样专业的群体给他们挑毛病，导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数据中心被黑客轻而易举的攻破了。所以我在节目的最后啊，也正式呼吁啊，赶紧把那杨灿群抓起来，好好审一审，是吧？你们这些年到底是怎么搞的？另外呢，其实中国也应该制定一个相应的法律啊，让这些可以服务于黑客群体的人呢，他把这项技术啊服务于安全保障设施，让这个白帽子群体啊能够为国家的数据安全起到正向作用。那假如这样的话，那么这次数据泄露啊，有可能就是一件好事儿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네, 이쪽으로 가시면 시진핑 주석님을 위해 특별히 준비한 선물입니다. 李在明总统特意为习近平主席准备的礼物。 예, 저희 한국 초국과가 这个还是很精致的。 아주 정교롭게 만들었습니다. 비자나무로 만든 거. 是用竹木做的，什么木？榧木。水木。是的。 아주 좋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나전 7기 我们小米生产的旗舰手机里面，它这个曲面是韩国的产品，这个曲面是韩国的产品。 디스플레이는 한국 제품입니다. 小米。这是给您和夫人。 통신보안은 잘 됩니다. 这个通讯保安怎么样啊？非常好，主要看看有没有后门。 뒷문 还 있는 有微 점 信电 확인해 话。 보시죠. 这个就是盖子。 盖子。 덮개로 됩니다. 덮개로. 너무 예쁘고 감사합니다. 太漂亮了，谢谢您。 이거까지. 有一个小鱼， 네. 이거 도장인가 보네. 의장. 네, 是 장 这样吗？ 있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谢谢 쎄쎄. 您。谢谢您。我还等着 iPad 会。 택배 때 기다리겠습니다. 这 iPad 会。 기다리겠습니다. 现在见。 선전에서 뵙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随时有事我们可以联系。 리스번 수수로 연락하시죠. 사진 하나 찍어드릴게요. 自拍一张照片。自拍照啊，来吧。 摄影技术不错。 촬영 잘 하시면 사진 기술 좋습니다. 촬영 기술. 그때 주신 선물. 선물 감사합니다. 再见，再见。 또 뵙겠습니다. 先生，再见。
祝你们接下来的活动圆满顺利。 나머지 일정도 잘 마무리하시고 잘 돌아가시길 바랍니다. 감사합니다. 谢谢。